郡主，您让我準備的聘禮已經備齊了。很好，當初我父親不讓我告訴沈郎身份，3日後我便要與沈郎成婚，也是時候跟他坦白一下了。哦，對了，我讓你準備的東西。啊。郡主，這是您要送給沈將軍的寶刀，已經找好了。不過老侯爺那裡，父親無非就是不讓我跟沈郎君成親。算了，我父親有什麼話，等我3日之後跟沈郎拜堂禮成之後回來再說。是。沈家今天上下來玄妙觀祈福，你切记要小心一點，人多眼雜。你們從後門走，別暴露了身份。明白。沈郎，他旁邊的女子是何人？3日之後就要跟那慕容昭成親，今日还来找我做什麼？你呀你，怎么还吃那破落商户女的醋？討厭！放心吧，正妻之位自然是你的。至于她商贾之女，能以小妾的身份入门，已是她的高攀。若不是她有些值钱的生意，又痴心于我，不惜頂撞父母，恐怕是連進沈家門的機會都沒有。放心吧，等她進了門，我便把她打發到鄉下去替我孝敬父母。沈郎心中竟如此高。只是有一點，你說他那些值錢的生意，我應當交由誰打理呢？討厭！哎，那萬一他不答應怎麼辦？為我，他什麼事都會答應，因為他一直以為當年開城門救他的人是我。救命恩人的話，豈有不聽的道理？什麼？沈破浪不是我的救命恩人？不愧是沈郎。愿沈郎得償所願，願我與沈郎可以白頭偕老，舉案齊眉。住口！清淨之地，豈能護佑負心薄幸之輩？你二人在此通姦，是故意讓神佛看見爾等齷齪罪孽，將爾等賤人打入地獄嗎？沈郎，這是什麼聲音啊？這裡不會鬧鬼吧？快走！沈破浪，我倒要看看3日後你們如何得償所願，舉案齊眉。謝謝公子救命之恩，若是傷了別人的性命，我的車費都賠不起啊！孩兒無事便好，不必掛懷，去送貨吧。謝謝，謝謝，謝謝。哎呀，這人看着雖然衣衫襤褸，可是風神玉朗，虎背狼腰，周身的氣勢倒是比沈破浪更像將軍。大哥，好身手！有人过来了。这位兄台，是他。当时他不省人事，应该不清楚是我救了他。好刀！这把刀名为不二刀，取自忠贞不二之意。可惜我之前想送的那个男人，如今配不上这把刀了。如今这把刀送给你了。送我？不白送。我想請兄台幫我一個忙，冒充我1天的未婚夫。这位姑娘，找面首，請去勾欄瓦寺，在下不賣笑，更不賣身。
不需要你賣笑，更不需要你賣身，只需要在外人面前假装身份。若是你觉得这把刀不够，事成之后，价格随便你开。可以，事成之后，我同样需要姑娘当我1天的未婚妻。好，3日之后正午时分，骁骑将軍府。一言為定。一言為定。沈破浪，3天後見。真好，眼看50就要到了，这接亲6个怎么還沒回來啊？都喜慶了，就是。聽說新娘還是商戶之女，一個商戶之女哪來這麼大的架子？兒啊，這眼看吉時已到，這慕容昭到現在還沒露面，在座的賓和親戚都看着呢。你說這慕容昭是不是就是想讓大家看咱們的笑話？娘，你放心吧。慕容昭肯定不敢跟我擺架子，只是路上耽擱了，咱們再等等。哎，新娘來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新娘子來了呀！新娘来了。這新娘子季節怎麼連蓋頭都沒有？就是這樣。還穿了一身白，大喜之日穿一身白也不像晦氣。什麼意思呀？果然是商戶之女，毫無規矩。今日是我兒大喜之日，你竟然穿一身白，你是想詛咒我兒早死嗎？沈破浪不是天天說要戰死沙場，護大夏太平嗎？既然連死都不怕，怎麼會忌諱我這一身白呢？慕容昭，哎呀，你說這不想嫁人？今日是你我大喜的日子，你穿着一身白是存心給我出眉頭嗎？當真是晦氣！兒子，晦氣？對啊，這怎麼動手了？太后娘娘曾賜予我一套鳳冠霞帔，我念着太過貴重，想着給你們沈家留些臉面才不穿，沒想到你竟然如此薄情。慕容昭，既然你今天嫁入我沈家，我就好好的給你立立規矩，教教你女賤。你敢打我？打你怎麼了？當年慕容家抗震救災，太后娘娘賜了我一本女誡，我的規矩是太後教的。難不成你是覺得自己的身份比太后還要尊貴？我聽說慕容家雖為商戶，可一向配合朝廷賑濟災民，很受皇家喜愛。就連太後當年都差點給慕容姑娘指婚呢。是規矩啊。沈夫人，怕是忘了10幾年前帶着王夫的家產改嫁的事情。若沈夫人真有你口中說的重規矩守婦道，那又怎麼會那麼着急改嫁，將你的兒子陳破浪改姓沈？哎呦，我真敢說你簡直就是胡言亂語！這就胡言亂語了？我還聽過更誇張的事情。沈家的下人說，當年你和沈老爺子見面的時候，沈夫人還活着呢。住口！慕容昭！哎呦，我真敢說屁啊！慕容昭，你到底要幹什麼？不幹什麼，我不過是想提醒沈老夫人，我的規矩輪不到他來理。好，那此事暫且作罷。不過二皇子得知我沈家今日有喜，特意為你這個心腹寫了一封賀詞，不妨呈上來你聽聽。想用二皇子的身份來逼我就範？來人吶，把二皇子的賀詞給我呈上來。慕容昭，這份賀詞可是二皇子特意為你寫的，你可得好好聽聽。洗耳恭聽。這第一，慕容昭雖與我兒兩情相悅，可畢竟是商戶之女，身份低賤。若想嫁給我兒，應自降身份為妾室，以免玷污我們沈家名譽。我倒也不是看不起護商之女，你若是能和大夏那位富商吳會首一樣富可敵國，那我以平妻之位娶你入門，那也不算是辱沒門風啊。這第二，慕容昭嫁入我沈家之後，理應把手裡的所有生意都交給我沈家打理，避免以後在外拋頭露面，以敗壞我沈家名聲。
第三，我兒在朝為官，你作為他的妻子，理應替他回鄉堂前盡孝。這沈家打的好算盤，給一個小妾的名分，就想吞了慕容姑娘的全部生命，還打發人家回鄉盡孝。這沈家是吃定了慕容姑娘對沈破浪的一片痴心。慕容姑娘現在嫁過去，不可破呀。沈破浪，既然我的身份如此不堪，你們沈家的門檻如此之高，那老娘不嫁了。怎么能这样？什么？赵，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你現在趕緊對大家表示，你剛才是胡言亂語的。看在以往的情面上，我還是能夠跟你成親的。否則就算你跪下來，我也不會讓你進沈家的門。嫁入沈家，我就算跟街邊的乞丐一起討飯，都會繞過你們沈家，因為我嫌你們沈家髒。慕容昭，在座的賓客可都看着你，不會因為區區的一份賀詞就賭氣不成吧？娘，他這是故意讓我緊張他，給我擺架子。這3年來我勾勾手指，他就百依百順的靠我，比家裡的狗還聽話，我才不上他的當。沈破浪，你當真就覺得我就那麼想嫁入沈家嗎？我告訴你，我已經跟路邊的乞丐私定終身。慕容昭，你連撒謊都不會。如果你真找了個什麼野男人，你今天還會跑回來跟我成親嗎？我今天來除了告訴你我跟別人私定了終身之外，還有2件事。現在是第2件事。還有什麼事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少爺！咱們沈家在慕容家商號工作的人全都被解雇了，100多號人全都被趕了出來，如今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。什麼？不光如此，還有10幾個被查出來手腳不乾淨，做假賬，被慕容家的人直接送去了官府，如今正在牢裡關押。少爺，趕緊想辦法救人吶！是你？都是你做的手腳，對不對？這麼多年來，你們家的親戚一直都是在靠我找工作來發落薪水糊口，如今我悔婚了，那既然是由你沈大將軍自己來安排了，你真是忘恩！別急啊，好戲才剛剛開始呢。來人，這些是你們這3年以來你們沈家欠我們慕容商鋪的錢。一共是38.600銀。什麼？沈將軍，你這麼大的一個人物，該不會欠我們一個商戶之女的錢吧？胡說！我沈家怎麼會欠你這麼多錢？那就要問問你的好母親了。她可是在很多欠條上都簽字畫押了。這兒啊，你為官畢竟需要銀錢打點。為娘也是沒有辦法。再說了，你馬上要嫁給我們沈家了，我有你點錢是看得起你。母親這麼做也都是為了我。大夏律法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沈破浪，這些錢如果你少還我1兩，我就跟你對簿公堂，到時候讓所有人都知道你沈大將軍需要靠一個商戶之女來養活全家。慕容昭，你別忘了，3年前是我救你一命，你就這麼報答你的救命恩人是嗎？对，慕容姑娘之前一直說沈將軍對她有救命之恩，如今大婚當日逼恩人還債，是過分了呀。沒錯，慕容昭，要不是我兒救你，你早就死了。忘恩負義，沈家欠你的錢對你來說不過9牛1毛，比得上我兒救你的這條命嗎？慕容昭，你現在要是跟我道歉的話，我還是可以考慮讓你進門的，否則委專讓整個京城都看清楚你是如何一個忘恩負義的女人。我忘恩負義，謊話說多了，自己都信了這麼一天大禍。你這話什麼意思？你口口聲聲說那天晚上救我的人是你，真的是你嗎？哼，那當然了。說謊！原本我也以為是你救了我，畢竟除了你這個驍騎大將軍以外，誰又可以深夜憑腰牌打開城門？所以我告訴你，現在道歉
還不算晚。可惜啊，你不知道的是，夜间临時開關城門可是大事，要在皇室的內監處仔細登記。而我早就已經找到了那天晚上登記的名冊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，那天晚上的確曾打開城門，不過登記的人是鎮北侯奉旨入宮，上面有城門士兵签字畫押，還有鎮北侯的官印蓋章。所以镇北侯為了着急見聖上，把我交給了城門士兵，而你賄賂了城門士兵，騙了我整整3年。你撒謊！知道了，你肯定就是跟那個乞丐已經私相授受，所以在這裡編故事抹黑我。我抹黑你？你不知道的是，皇上為了迎接鎮北侯，早就已經派溫公公在內監處等候。溫公公早已將一切都看在眼裡。撒謊！不可能！那不如就叫溫公公親自来说。溫公公，請你如實的告訴大家，當年在城外救我的人，到底是不是沈波浪？怎麼可能是沈將軍？咱家瞧得清清楚楚。當初是鎮北侯見你昏倒在路邊，把你抱起來，快馬朝京城趕去，用腰牌打開城門，然後吩咐手下士兵送你去就醫。那天晚上，咱家辛苦陪着侯爺騎馬趕路，累得腰都快斷了。記得這麼清楚啊！沈波浪，你的意思是說溫公公也在撒謊不成？你要是覺得咱家撒謊，那咱們就去陛下面前對質，請陛下明鑑。這我可沒說。周儿，就算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，难道我們這3年的感情相知相愛也是假的嗎？就算沒有救命之恩，你對我一點感情都沒有嗎？沒有救命之恩，你就要悔婚離我而去嗎？不會的。那就好，我就知道你捨不得。在離開之前，我還要再做一件事情。哎呀！你騙了我整整3年，我要你跪下給我贖罪。慕容昭，慕容昭，你是不是真以為我非你不可？我告訴你，我愛的人是蘇妙真，是蘇妙真。她溫柔賢淑，善解人意，不知比你強多少倍。沒有我看誰敢娶你？難道是那個乞丐嗎？啊，他人呢？急什麼呢？他一定會來的。你還在嘴硬是吧？誰在嘴硬？这是都準備好了。看到了嗎？你鄙夷的乞丐，此刻是我認定的良人。什麼？這是他直接是他，而你不過就是我隨手丟掉的一塊垃圾。昭，你別忘了，今天是我們的婚禮，你竟然自甘墮落，跟這個乞丐待在一塊，真是不知廉恥。我不知廉恥，沈將軍怕是忘了吧？我來這是退婚的，至於我跟誰在一起，沈將軍怕是無權過問。好啊，退婚是吧？那我今天滿足你，現在就書信一封給妙真，讓她過來。今天就是她跟我的婚禮。哦，看來你跟她真是情深意重啊。玉珍，你可真讨厭，居然能想到在沈波浪和慕容昭的婚房裡行事，你就不怕他們發現嗎？怕什麼？区区沈府，我還沒放在眼裡。
而且，你不喜欢自己吗？讨厌。那是自然。妙真对我情意深重，我们两个早已互相托付终身。没有了你这个低贱的商女，刚好我可以和妙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好啊，你们两个人情深意重，情投意合啊。怎么，你不信？等一会我就让你看清楚。来人呐，把纸墨拿过来。不必了。怎么，怕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不必再麻烦你们下人再跑一趟。既然你跟妙真情深意重的话，那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一定不会错过的吧？什么意思？你呀，还在想着怎么拜他，而他早就已经入洞房了。哎呦，你看，你这样，这玩的这么坏，真是太丢人了！我的天哪，大喜之日呀！竟然有人在主人家的洞房偷情，真是一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，偷情都偷到別人的婚房裡，簡直是不知廉恥。就是啊。喲，沈大將軍，蘇妙真蘇才女還真是對你情真意切。你看，不用寫信，自己就早早的在洞房裡了。蘇妙真，那個京城知名的大才女，不都說她是清官人嗎？清官人賣藝不賣身，這玩的這麼花呀！蘇妙真，沈大將軍，蘇妙真跟你情深意重，她躺在那兒肯定是為你暖床祈福呢，你可千萬別誤會了她呀！對，我就是想幫沈郎壓床祈福，沾沾喜氣。你讓我別誤會，你衣冠不整，還跟別的男人抱在一塊兒，我誤會？你當我是傻瓜嗎？倒要看看誰這麼大膽，敢跟你偷情！宋玉珍，太常寺少卿宋玉珍，哎，他不是沈將軍最好的朋友嗎？宋玉珍，你敢搶我的女人啊！哎呦，妙真早就和我私定終身，什麼時候成了你的女人了？蘇妙真，你口口聲聲跟我說愛我，說要跟我白頭偕老，卻背着我跟宋玉珍私通。我不行，宋玉珍地位雖高，但不過許我個小妾之位，沈郎卻可以讓我做他正妻，必須得穩住他。沈郎，你誤會了，你聽我說，我可以解釋的。解釋？解釋什麼？解釋你怎麼白日仙淫，跟男人帶着吻痕，招搖過市嗎？沈大將軍，這話就嚴重了。雖然蘇姑娘身上有吻痕，但那也一定是有原因的呀。給我閉嘴！這裡哪有你說話的份兒？我打他沒打你是嗎？你敢動他一下試試？妙真，你可有事？是不了，妙真是我的女人，別自作多情了。我自作多情？啊，好，我之前為了捧這個賤人當上才女，足足花了10萬兩白銀。她是你的女人是吧？好，你替她還呢？什麼？10萬兩？他說的都是真的？當然是真的，包括她現在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都是我之前親手送給她的。玉珍，我可以解釋的，你聽我跟你說，我……賤人，竟想誆騙我替你還錢！玉珍，玉珍，站住！花着我的錢還背叛我！今天你不把錢還給我，你休想走！沈波，我憑什麼要還你錢？這些錢都是你自願給我的。這個賤人！你敢打我？你這個小賤人，居然敢打我兒子！我是小賤人，那你兒子是什麼？你以為你兒子是什麼好東西嗎？他明明已經跟慕容昭有了婚約，卻還是要過來招惹我。他沈破浪就是個朝三暮四、背信棄義的負心漢。他今天得到的這一切，全都是他的報應。你懂什麼？
我兒子是男子，男子本該3妻4妾。況且我兒子是骁骑大將軍，虧得我兒子之前以為你是什麼才女，痴心想要娶你。現在看來，你連做丫鬟都不配。他對我痴心，我看他沈破浪有的都是私心吧。他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他的名聲。當初娶我是為了我的才女名聲，現在想要娶慕容昭為妾，是看上了他的錢。你兒子還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胡說什么？我胡说什么了？還有你給我的那些錢，有哪一分不是你從慕容昭手裡要過來的？你沈破浪就是一個狼心狗肺、背信棄義的軟飯男！找死！你還敢打我？我就打你了！你不是想知道為什麼我瞞着你認識了宋玉瞻嗎？哼，還能是因為什麼？當然是因為你水性楊花，不守婦道。大家都不知道吧？這位威風凜凜、高大威猛的沈將軍，他不行。別看，惡心。他這是在吃醋。我弄死你！我松開！我這麼做都是為了幫你，怕你懷不出子嗣，所以找個男人替你。妾室，花着我的錢還敢背叛我！來人吶，送他去順天府，一日不還錢，一日不許放他出來。我憑什麼要還這些錢？就算要還，我也需要還給慕容昭，關你什麼事啊？慕容昭給我的錢就是我的，你花着我的錢還敢背叛我！來人吶，來人，把他押下去，給我押下去！放開我！沈破浪，你這個狼心狗肺的負心漢，你以後一定會遭報應的！滾！沈大將軍，你跟蘇妙真的事情解決完了，那我和你的事情是不是也該解決了？386000兩銀子，什麼時候還我？再不還的話，我就把你送到順天府，讓你跟你的野鴛鴦團聚。幹什麼？告訴你們，我可是骁騎將軍，當心我把你們這群乞丐都給抓起來！無緣無故就抓人，傳出去，這將軍的位置恐怕保不住。你，慕容昭，我可是你夫君，真要看着這種下等人如此衝撞你的夫君嗎？蓋頭都沒掀，洞房都沒入，算哪門子夫君啊？你還真是會往自己臉上貼金啊！說起來，你心心念念的蘇妙真倒是入了洞房，果然是天賜的良緣呢。閉嘴！慕容昭，你別給我提那個賤女人，她居然敢在我的洞房跟別的男人苟且，膽大包天，不知廉恥。這麼說的話，還真是，蘇妙真真是膽大包天，青天白日在這裡宣淫就算了。地點還選在了沈府，倒真是跟他清純的外表不符啊！兒啊，你不覺得奇怪嗎？這蘇妙真怎麼說也是個清官人，令他也沒那個膽子，敢在我們沈府眼皮子底下作亂。娘，你是說這一切是有人設計的？可是我平日裡並未與人結怨。你傻呀！你當上了骁騎將軍，多的是人眼紅你。我看啊，就是想故意抹黑你的名聲，讓皇上不再重用你。但是蘇妙真與我的關係沒有幾個人知道，難道說是你？慕容昭，這一切都是你設計的，對不對？沈将軍，這是何意？我怎麼聽不明白呢？你就別裝了，慕容昭，你早就知道妙真今日在我府上，所以你這個奸夫一進來就直奔洞房而去。你這麼做是在毀了我，你知道嗎？哼，我毀了你？
他们二人早有私情，我不过就是做了一件顺水推舟的事情。谁能想到他们竟然踩在你的脸上，在你的床上做出這樣的事情？你，與其糾結這些，不如想想欠我那38萬6千兩銀子什麼時候才能還？沒工夫陪你玩這些。慕容昭，你今天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想讓我以正妻之位娶你進門，是不是？但我告訴你，你再這麼胡鬧下去，想進入神府的門都沒有。進不了你神府的門，我簡直是求之不得。你不想進我神府的門，難不成你要進這個乞丐之家嗎？你給我聽好了，我慕容昭就算嫁給一個乞丐，也不會嫁給你這種忘恩負義之人。好啊，我知道了，慕容昭，你早就跟這個乞丐私相授受，所以你才要拉着蘇妙珍來當墊背的。你裝這副清高的模樣不累嗎？你說什麼？別衝動，他是朝廷命官。沈破浪，你腦子不好的話就去治，嘴不好的話就去讀雅了，別在這吵人煩。你來人！我懶得跟你廢話，再不還錢，我就把這神府都給你拆了。拆我的神府？慕容昭，你是不是真以為我惦記你慕容家那點銀子？我實話告訴你，我跟大夏的首富吳會首已經認識了，只要我一句話，我就能讓你慕容家從此在京城消失。吳會首就是那個大夏第一富商。沒想到沈破浪竟然攀上了吳會首，看來沈家要一飛沖天了。是啊，據說吳會首打造的商會已經足以力壓大夏皇商，富可敵國啊！聽到了嗎？聽到了嗎？人家吳會首的產業遍布整個大夏，這不是你一個小小慕容家能比得了的。是嗎？那跟你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我不妨告訴你，吳會首早就聯繫過我，而且表示很看好我，告訴我今天會送來一份大禮。你說這跟我有沒有關係了？3日前我還不知道沈破浪的真面目，的確想給他個驚喜。郡主，您讓我準備的聘禮已經備齊了。很好，當初我父親不讓我告訴沈郎身份，3日後我便要與沈郎成婚，也是時候跟他坦白一下了。快點，快走，快點！你說吳會首會來送禮？哼，慕容昭，我是誰？我是驍騎將軍。吳會首想與我結交，給我送禮，那是人之常情，這不是你一個商賈之女能想象得了的。好啊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一個賭？什麼賭？就賭他今天不會把禮送到你們府上。如果我要是輸了，這38萬6千兩白銀一筆勾銷；但如果你要是輸了，你就要當着所有人的面承認你就是一個欺世盜名的卑鄙小人。真的太有事了。好，你想賭是吧？我跟你賭。我就不相信一個小小的商戶之女能讓全國的首富吳會首聽她的話。好啊，拭目以待。大吳商會，吳掌櫃到。鼓掌。吴掌櫃，這些箱子和珠寶是……沈將軍不必多禮，這些便是當初我們會首答應送來沈府的嫁妝。嫁妝？是我說錯了，是一點心意。原來如此，這吳會首還真是財大氣粗啊！一點心意就如此的隆重，真是破費了，破費了。這對我們大吳商會來說，不過是9牛1毛，不值一提呀。這吳會首竟這般有錢，不過我與他素未謀面，
光是赏识也不至于有这么多大礼。吴掌柜，不知这吴会首是男是女啊？我们吴会首自然是女子。我若是能与吴会首结成良缘，这慕容昭便是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了。慕容昭，你都听见了吧？这些贺礼已经进了神府，这赌你输了。沈将军，这礼到了，不代表就是你的。莫非沈将军是觉得这些礼是送给你？当然了，刚刚吴掌柜都已经明确表示，这些都是吴会首答应给我的心意。而吴掌柜可是大吴商会的老人了，他的决定那就是吴会首的决定。原本是这样的，不过现在不必了，拿回去吧。慕容昭，你怕不是疯了吧？你一个小小的商户女，也配名列大吴商会的人？你以为你是大吴商会的吴会首吗？真是可惜。吴掌柜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都是这个贱人冲撞了吴会首啊，跟我们神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是啊，吴掌柜，你就应该把他给抓起来。别担心。你是说让我把他抓起来啊？哎呀，吴掌柜，实不相瞒，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但是这个贱人居然当众跟其他的男子勾结，实在是恬不知耻。不过，本将军大度，不跟他计较。她不再是我的未婚妻，所以你也不必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她言听计从。你的面子？那你可知这些金银珠宝、黄金地器是为何人準備？這自然是吳會首給我準備的一點心意嘛，想必也是為了今日的大婚所備，實在是破費了。這些自然是為大婚所準備，只是這正是我們會首親自為他準備的嫁妝。什麼嫁妝？莫非這吳會首看中了沈將軍？對啊，吳掌櫃，此話當真？這沈某若得到了吳會首的傾心，那真是榮幸之至啊！沈將軍怕是有些榮幸的過早啊，這些嫁妝一分都得不到。你閉嘴！這哪有你說話的份兒？慕容昭，難道你還能決定這些嫁妝的去留問題嗎？我當然能決定這些嫁妝，因為這些都是我的。你的？你也配冒充吳會首？冒充？我慕容昭何須冒充旁人？這些嫁妝本來就是我的。慕容昭，你的嘴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硬啊？報！果真如此。當真。兒啊，可是出什麼事了嗎？咱們沈家的大好日子馬上就來了。真的？慕容昭，你還不知道呢。今天的婚宴不僅有大吳商會送來的大禮，就連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吳會首都會到。吳會首有請，這大人物見會來呀！哎呦，我沒聽錯吧？吳會首竟然要來神府？這是要是能和吳會首攀上關係，那日進斗金豈不是手到擒來？慕容昭，我勸你現在乖乖下跪，看在以往的情面上，我可能還會替你求情。不然的話，不然如何？不然我就讓你慕容家在京城消失。是嗎？那你心心念念的吳會首為何會來此？吳掌櫃的話你沒聽明白嗎？這些金銀財寶全部都是吳會首給我帶來的嫁妝。今天正是我的大婚之宴，吳會長是趕來和我成親的。是嗎？沒人告訴你，你的臉皮厚的能築起一堵牆嗎？行了，慕容昭，你現在趕緊給我跪地求饒，否則吳會首要是到了，你再想求饒就來不及了。是嗎？
我倒是想看一看，到底谁向谁求饶。好啊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不是说这无会手会来吗？怎么还没来？该不会不来了吧？吴掌柜，这无会手可是有什么事耽搁了？我们会手早就到了。到了？哎，到了。哪儿啊？到了，在哪儿啊？是啊，这位就是我们大吴商会的吴会手。什么？吴掌柜，您别跟我开玩笑啊！她怎么可能是大夏第一女富商呢？我与沈将军的关系还没到开玩笑的程度。慕容昭是第一女富商，这些金银财宝岂不是？我说过了，这些都是我的嫁妆。哎，说这慕容姑娘就是富可敌国的吴会手，那这沈将军这次还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你竟然是大吴商会的吴会手！怎么样，找我假装你的未婚妻，不吃亏吧？昭昭，昭昭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是骁骑将军，你是第一女富商，咱们门当户对。你完全有资格做我的正妻啊！做你正妻啊？对，你也配？我告诉你，尽快把我的银子还给我，不然我让你们沈家在京城再无容身之地。我们走。哎，昭昭，你等等，昭昭，别碰他！你这个贱民，你敢如此这般对我儿子，信不信我找人给你抓起来？我看谁敢！慕容昭，我与你相识3年，难道我还比不上一个臭乞丐吗？我说过，宁可嫁给一个乞丐，也不会嫁你。你，萧北辰，萧北辰，这是我慕容家祖传玉剑，与我手上是一对，你可愿意娶我？我愿意。我不同意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难道等着你被别人拐跑吗？不是。男未婚女未嫁，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？爹，女儿想通了，女儿不嫁给沈破浪了。沈破浪，伯父，他当然配不上你。不过你在路边随便找一个人成妻，我更生气。爹啊！之前就要嫁给沈破浪，现在闹着要嫁给这个人，在你眼里，这儿女大事如同儿戏。伯父，您放心，我们只是……我们虽然是一见钟情，但我一定会照顧好慕容姑娘的。照顧？呵呵，我們家昭兒自幼過慣了錦衣玉食的生活，而你連自己都照顧不好，你怎麼照顧她？放肆！你八兩，我沒興趣聽下去。啊，這裡是白銀1萬兩，拿着它，離開我的女兒。1萬兩，在京城一棟宅子也才400兩，1萬兩，這可是尋常人家一輩子都掙不了這麼多錢啊！爹，你可以教訓女兒，但你不能這樣侮辱我的。
朋友。伯父所言极是，像昭昭这样的人，这种贱民是绝对配不上的。在下不才，沈破浪，前几日刚刚被皇上封为骁骑将军。如果伯父愿意的话，我愿以正妻之位迎娶昭昭入门。沈破浪，只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昭沈藩，赶紧滚！伯父。绣花枕头也配娶我的女儿？你凭什么打我兒子？绣花枕頭？莫非這沈將軍的官職德不配位？你們胡說八道什麼呢？我兒子可是皇上親封的骁騎大將軍，就算是皇親貴女也娶得。你們慕容家就算再有錢，也不過是商戶賤民。我兒子不嫁，你們還想嫁給皇親國戚不成啊？我的女兒可不必嫁皇親國戚。哼，知道自己不配就好。因為我慕容家就是皇親國戚。這莫不是瘋了吧？這話可說不得。慕容宙，你要是想死，別連累我們。我又沒有說錯，我慕容家本來就是皇親國戚。你這還在嘴硬！如果我沒看錯的話，這枚玉佩應該是當年聖上起兵時送給老臣傅明侯的。我曾聽我父親說過，傅明侯乃當今聖上的兒時玩伴。當年若不是傅明侯捐出家產購買糧草，陛下才能招兵買馬統一天下。因為他不喜當官，所以陛下給他封為侯爺後特許經商，就連傅明侯的獨女也被皇帝設為義女，賜為清寧郡主。你倒是有些眼力，不錯，老夫正是傅明侯慕容楚。見過侯爺。雖然你眼光不錯，但是你跟昭兒的婚事，我是不會同意的。爹，當年你跟母親就是不顧家裡反對的自由戀愛，那憑什麼我不可以啊？哎呀，昭兒，那你就更應該知道，當年我跟你娘到底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。哎呀，昭兒，我就實話告訴你吧，太后已經決定做主，為你賜婚了。什麼？太后娘娘之前賜婚的時候不是已經退了嗎？怎麼又……哎呀，我還不是怕你真為了那個姓沈的跟我和你娘斷絕關係，這才去太后那兒求了一道賜婚懿旨。爹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自己去找太后娘娘說。昭兒，懿旨一出，哪有收回去的道理？而且太后說了，這一次定然給你選個好人家。我不需要。我已經找到相伴一生的人了。昭兒，聽話，這懿旨一出，你若是不接旨，那便是抗旨不遵。太後可能並不能把你怎麼樣，可如果再這麼鬧下去，她會是個什麼後果呀？可是，哎呀，昭兒，莫要因為自己害了別人啊！要不，慕容姑娘若是為難，我勸太后收回成命便是。一個市井裡的乞丐，還妄想勸太后收回成命？你真以為自己是鎮北侯啊？我原以為你是個聰明人，沒想到你竟如此的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剛剛說的話是以下犯上，連我也保不了你了。我沒說謊。侯爺，老侯爺、老夫人說府裡有大事，要你趕緊回去一趟。可又說是什麼事？終身大事，讓你馬上回府。就說我現在有要務在身，不去。可是，
可是发生什麼事情了嗎？沒事。對了，若是太后不肯收回旨意，你把這個交給她，她自會同意。這是什麼？這是鎮北虎符。什麼是鎮北虎符啊，爹？手握此符，便可調動天下兵馬，是早年陛下賞給滅了北蠻80萬大軍的鎮北侯的御賜之物。如今為何會在你手上？這其實是假的。哼，凡是軍中將領，誰不知道這鎮北虎符是聖上賜予鎮北侯陰影殺敵的賞賜之物？怎麼會落在一個乞丐的手裡？所以那枚虎符一定是假的。真的假的？這枚虎符是真的。死到臨頭了還敢嘴硬，冒充王祖，可是誅九族的大罪。我知道你是想幫我氣一氣沈破浪，但是偽造朝廷之物可是很嚴重的事情，這樣你會有危險。我心裡也會。慕容姑娘，你相信我，這枚虎符是真的。夠了，慕容昭，难道你還真聽信這個乞丐的話呀？啊，他若是什麼皇亲國戚，從鎮北侯的手裡借來這枚虎符，耍耍威風也就算了，他這副窮酸樣，他配嗎？我為何不配？如果這枚鎮北虎符是真的，你又當如何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這枚虎符若是真的，我就跟你一樣去當乞丐。哼！記得當年陛下把虎符贈予鎮北侯的時候，特邀城內的文臣武將、國公侯爵一起觀摩，記住虎符的暗器，免得日後有人用假虎符調動兵馬。想必侯爺一定見過吧？不錯，老夫當年的確見過鎮北虎符，而且知道其暗器所在。不過，你確定要讓我看嗎？想清楚了，這枚虎符若是假的，可是要誅九族的。請侯爺一觀。這是假的，我就知道。这枚镇北虎符是真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個乞丐手裡居然有鎮北虎符？你怎麼會有鎮北虎符的？你之前說你當過兵，也就是說，你是不是之前在鎮北侯的黑甲軍裡當過兵？那這個鎮北虎符就是鎮北侯交給你的。多謝慕容姑娘剛才一直給我找理由開脫。如果要真的是在鎮北侯手下當兵的話，那你就更不應該利用他對你的這份信任來幫助我。快走。所以，你剛才着急趕我走，是擔心我？我是為了大夏。你一個堂堂的男子漢，應該去鎮守邊疆，保家衛國的，不應該在這裡。我有機會會去北疆看你的。既然鎮北侯讓你保管這枚鎮北虎符，定然是對你極其信任，你莫要辜負了這份信任。至於我的女兒，她飛揚跳脫，需要一位沉穩大氣的高位者，方可護其一世平安。你不合適。慕容家主，您誤會了，這枚虎符並非是我替人保管，而是……我知道了，你這個賤民死定了！沈破浪，你有完沒完？昭昭，你被他騙了，你知道嗎？黑甲軍全部都在北疆鎮守，他一個小兵卻在京中逗留，這哪裡得鎮北侯賞識？這分明就是被推出軍營，所以惱羞成怒，偷了虎符。沈破浪，你胡說八道些什麼呢？我哪裡說錯了？像他這種貪生怕死之輩，想必他的父母也是不倫不類之流。你說什麼？哎呀，別起來了！
有什麼資格議論我的父母？一個乞丐的父母我都說不得了，我就是殺了你又如何？找死！道歉還是死？我不该骂你父母，我道歉。北辰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別太衝動了，他好歹是朝廷的命官。就算我今天把他殺了也不礙事。哼，你別以為贏了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。你偷了鎮北虎符，鎮北侯還是會找你算賬的。是嗎？可我覺得他不會這麼做。你什麼意思？因為你口中所說的鎮北侯是我。鎮北侯？真的假的？這也是能想的。你什麼時候害得失心瘋了你？我告訴你，就憑你一個頂替鎮北侯的罪名，就已經是死罪了。就是，果然是個什麼都不懂的乞丐，冒充朝廷重臣可是重罪。是啊是啊，對呀，就是。北辰，你不能這樣說，鎮北侯是何等人物，你這樣說會給自己惹大麻煩的。慕容姑娘，我真的沒有撒謊。慕昭，不要輕信這個乞丐的話。就算鎮北虎符是真的，可他現在說自己是鎮北侯，誰會相信？哦，你為什麼認定我就不是鎮北侯呢？哼，你看看你自己這身窮酸樣，就算我說你是一個小兵，都已經是抬舉你了，還敢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鎮北侯？有何不敢？我知道你是想幫我，所以才一直冒充鎮北侯的。但是現在這些事都交給我，你快走。慕容姑娘，你不用擔心，我真的是鎮北侯。還敢狡辯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你只是京城內一個閒職的驍騎將軍，你為什麼認定我就不是鎮北侯呢？那當然是因為我見過鎮北侯。什麼？你見過鎮北侯？不行，快走！再不走就來不及了，快走啊！別擔心，你說你見過鎮北侯？那當然，我之前押運糧草前往北疆，為鎮北侯麾下的黑甲軍送糧的時候，親眼見過鎮北侯的背影。太搞笑了，背影能看出什麼？但鎮北侯英明神武，氣宇不凡，統御萬軍的氣勢，豈是這個小小的士兵能比擬得了的？你確定？我當然確定，而且大家都知道，鎮北侯鎮於北疆，無詔不得入京。你說你是鎮北侯，難道你要說你是無旨入京嗎？你八兩，這次是秘密奉詔入京，倒是我一時大意，暴露了身份。哼，區區逃兵還敢冒充鎮北侯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肯定知道昭昭的救命恩人就是鎮北侯，所以你想騙取昭昭的感情，對不對？你說什麼？沈破浪，你在這發什麼癲啊你？昭昭，他知道你有一顆感恩的心，所以故意冒充鎮北侯。此人何其心機！他沒有騙我，倒是你騙了我整整3年，你的行為更是令人作嘔。昭昭，你……慕容姑娘，你是說他冒充了你的救命恩人？沒錯，當年我暈倒在城門外，是鎮北侯救了我，而他賄賂了城門口的士兵，蓄意欺騙我整整3年。哎，你幹什麼？這可是皇城腳下！你竟然敢對我兒下如此重手！沈破浪蓄意欺瞞皇親國戚，別說我打他這一拳，按照大夏律法，應當把他問罪入獄。那也輪不到你來教訓我。我是皇上親封的驍騎將軍，你敢打我，就是等於在打皇帝的臉。
来人，去通知顺天府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你说的对，如果我是一个小小士兵，的确轮不到我来教训你。但若我不是呢？镇北虎符可号令三军，先斩后奏。今日即便我把你杀了，也只需日后向皇上禀明即可。什么？儿啊，他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娘，镇北虎符的确有先斩后奏的特权，但是一个小小的士兵也配提先斩後奏嗎？那你可曾想过，若我真的是镇北侯，你又当如何呢？实话告訴你，镇北侯的手下王世忠王副都统今天也會來幫我慶婚。等他到了，一切都將真相大白。王世忠，他的確是黑甲軍的副都統。這，来人，將此人拿下！父親，你這是要幹什麼？此子藐視聖上，冒充鎮北侯。如若我們今天不將他拿下，連累的就是咱們慕容家呀！不行，他是為了我才冒充鎮北侯的，你不能把他帶走。昭兒，他哪怕不相信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也願意出來維護我。放心，就算王副都統來了，我也不怕。還在大言不慚？我是否是大言不慚？等你那位敬重的王副都統到了，不就都知道了嗎？不見棺材不落淚。好啊，咱們等着瞧。黑甲軍，王副都統到。喲，這誰來了？王副都統，今天能來為我慶婚，着實是神猛的榮幸。好說好說，這幾位是？啊，這位就是咱們大夏赫赫有名的富民侯，我的伯父。這位青寧郡主慕容昭，也是大吳商會的吳會首。今日便是我跟他的婚期。沈破浪，你臉皮不要可以捐給災民那做鞋底，我何時答應與你成婚？噓，這沈破浪怎麼盡給我介紹這些位高權重之人？若是身份被識破了，算了。反正我舅舅久在邊關，他們應當也不認識。在下黑甲軍王世忠，見過富民侯青寧郡主。不必多禮。你是黑甲軍王世忠，可我怎麼記得他不是這副模樣呢？放肆！你一個背信棄義的逃兵，不僅直呼王副都統的名諱，還敢質疑他。這位是？啊，王副都統。這位不過是黑甲軍中的一個逃兵，不過剛剛此人居然想冒充鎮北侯，此罪可誅啊！什麼？鎮北侯？哎呦，他怎麼可能是鎮北侯呢？你看他穿的衣服如此的破敗不堪，我說他是逃兵，錯不了。這……哎，王副都統。您跟隨鎮北侯浴血奮戰多年，想來定是最了解鎮北侯之人。不妨今天就當着大家的面揭穿此人身份，如何？沈破浪，你夠了！王副都統，實在是不好意思，北辰他只是一時心急，並非是有意冒犯鎮北侯的。慕容姑娘不必如此。他根本就不是王世忠！大膽！你竟敢造謠王副都統的名，簡直是不知死活！我是不是造謠？你問問他不就知道了？你當真是黑甲軍副都統王世忠？我自認是。這枚玉佩，就是鎮北侯為了褒獎我上陣殺敵的功績，親自獎賞給我的。黑甲軍呢，人盡皆知。現在你又有何話要說呀？該不會說這玉佩也是假的吧？這玉佩自然是真的。這玉佩是我親自嘉獎給王世忠的，怎麼會在此人手中？我的身份自是無誤的，倒是你膽敢冒充鎮北侯，來人，
還不趕緊把這個人給我關進順天府！來日稟明聖上，將此人斬立決！來日稟明聖上，將此人斩立決！敢害我被众人质疑，我定要你死！不行！今天无論是誰，都不能帶走他。昭昭，王副都統已經確認過了他的身份，不過是一個想冒充鎮北侯身份的宵小狂徒，你又何必執着於他？閉嘴！昭兒，記住你的身份，莫要執迷不悟啊！慕容姑娘不必擔心，走的人不會是我。怎麼，你還有什麼遺言不成？遺言倒是不至於，但是有一事不明。你想說什麼？我聽聞王副都統跟隨鎮北侯上陣殺敵多年，有一年不幸被北蠻俘虜，颈後被烙上俘虜的印记。王副都統應該記得吧？自是記得，不過是為國效忠，不值一提。說得好。给我放手！大胆！你居然敢對王副都統動手！我不過是想和王副都統切磋一下，沒想到這王副都統不但武藝一般，就連這薄厚的印記都能削得乾乾淨淨。沒想到這王副都統不但武藝一般，就連這薄厚的印記都能削得乾乾淨淨。這看着不像有印記的模樣。你傻呀！這人是個冒牌貨，我們都被騙了。快扶我一下！你到底是誰？敢騙我啊！他的確不是王世忠，可你為何會有我賞賜給王世忠的玉佩？我雖然不是王世忠，但王世忠乃是我的親舅舅，他可是鎮北侯的左膀右臂。所以你之前在我這裡拿的錢財，答應將我引薦給鎮北侯的事情，也都是假的。那還不是怪你太蠢，說什麼都信。你来人！此人冒充大夏將領，在京中招搖撞騙，將其押入順天府。即日起，由順天府尹查辦。是。等等，我舅舅可是鎮北侯手底下的副都統。我舅舅是副都統，我自會派人去告知鎮北侯，等其發落。放開我！走，放開我！還不得走？他罪名比我還重，他冒充鎮北侯。這是怎麼了？咱家只是去方便一下，怎麼多出這麼多人？溫公公，有人冒充鎮北侯，誰敢冒充鎮北侯？是他！你死定了！溫公公曾在城門口迎接過鎮北侯回京，等溫公公坐實你的假身份之後，連慕容昭都保不了你。別擔心，我的身份是真的。事急從權，暴露身份之時，只能之後向聖上請罪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再嘴硬了？之前是你運氣好，遇到了一個冒牌貨，可是溫公公是真的見過鎮北侯的人。我的身份不需要隱瞞，昭兒，你願不願意相信我一次？他喚我昭兒，還怪好聽的。算了，到時候問罪下來，我一定會和你一起面對。沈將軍，有人冒充鎮北侯，可有此事？溫公公啊，不僅有人冒充鎮北侯，他甚至敢偷盜御賜之物，甚至還侮辱太後。像這樣的人，你說依照大夏的律法，該如何處置？什麼？若真如你所言，立刻押入順天府查办；若是屬實，斩立決，誅九族。溫公公，他真的不是有意冒犯鎮北侯的。昭兒，不要意氣用事。天啊！別擔心，我的身份是真的。溫公公在這裡還敢撒謊？你是？
溫公公，許久未見。咱家見過鎮北侯。什麼？咱家見過鎮北侯。什麼？溫公公，你不會看錯了吧？他怎麼可能是鎮北侯呢？咱家還沒有眼下，怎麼可能認不出鎮北侯？這怎麼可能？你真的是鎮北侯？嗯。那当时是你救的我？3年前我在城外的路邊救了你，當時我奉旨入京，急於面見聖上，就將你交給了城門士兵照顧。可是你救了我，為什麼3日之前不跟我說呢？救人只是順手的事，又何足掛齒。謝謝，既然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那我一定會報答你的。只是我沒想到，有人冒充我的身份，對你攜恩圖報。慕容昭，是不是我救的你？但是你在門口那幾天，不是我照顧你的嗎？都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，我不用你非得嫁給我了，你直接給我20萬兩銀子，咱們倆一筆勾销。你口中所謂的照顧，不過就是用我慕容家的藥材使喚我慕容家的下人，如果动动嘴皮子就可以賺20萬。這個世界上哪有那麼輕鬆的事？你……哦，對了，說到錢，來人啊！既然沈將軍不還錢，那就把沈府都搬空了。什麼时候沈將軍還錢了，再慢慢說。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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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啊！慕容昭，你別忘了這裡是沈府，這是聖上親自的將軍府邸，你簡直是欺人太甚！我今天非要教訓教訓你不可！我今天非要教訓教訓你不可！慕容昭，你敢打我？打你怎麼了？只許你動手打人，就不許旁人還手嗎？還有，你引以為傲的將軍府，馬上就不是你的了。你什麼意思？如果不是我用錢幫你平步青雲的話，你覺得你能坐穩驍騎將軍的位置嗎？我已經向陛下稟情，你的將軍之位馬上就要坐不穩了。什麼？慕容昭，你這個毒婦，你怎能如此對我兒？沈破浪背着我，跟別人苟且，而且還想着霸占我的家產。我只不過是拿回屬於我自己的東西，若惡毒的話，我還不及你們的1/10。行了，不就是錢嗎？我想办法給你就是了。但是你將此事稟報給聖上，對你有什麼好處？沒有好處，但我開心。你，郡主，將軍府內的財物全部清理完畢，按照街坊換算數量，共計12萬6千兩白銀。好啊，也就是說還剩下24萬2千兩沒有還清。來人，既然將軍府都已經搬空了，那就把沈將軍請入順天府，什麼時候還錢了，什麼時候再放出來。是。啊！住手！住手！跳下去！走！走！你这個賤人，我跟你沒完！沒完！帶走！慕容昭！看我！走！是的。拜拜嘍！事情已經明了，咱家就先告退。沒事了，都撤了吧。走！哎呀，這是會精彩樓下戲水。父親。他是鎮北侯，也是女兒的救命恩人。之前你跟我說想讓我找一個能護我的人，如今我已經找到了。他是很好，可我還是不能同意。為什麼呀？可我還是不能同意。為什麼呀，父親？他是鎮北侯，論身份與我相當，而且他還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論緣分我們也是有的。
為什麼您還是不同意啊？就因為他是鎮北侯，所以我才不能同意。老夫我虽久不聞外事，可也知鎮北侯雖為國之棟樑，但不近女色，殺伐果斷。若你嫁過去，該如何討得好？父親，我相信北辰他不會是那樣的人。哎呀，你才跟他相識幾日，對他能有多少了解呀？伯父，可能因為外界的傳言，讓您對我有一些誤解。但是早在3年前，我就對慕容姑娘一見鍾情。我向您发誓，此生我定會護慕容姑娘安全。他喜歡我？夠了！你能做好為國盡忠的英雄，不代表也能做好護妻如珍的丈夫。我問你，假如有一日邊關戰起，而正巧昭兒也遇到了生命危險，你救誰？父親，我在問他，你說，你救誰？我會為了大夏駐守邊關。意料之中啊，昭兒，你也都聽到他說什麼了？父親，他是堂堂鎮北侯，守護國家大義是他應盡的職責。您這分明就是在刁難他。不過，我若娶了慕容姑娘，她可憑借這枚虎符調遣京中各郡。陛下若是問責，我一力承擔。花言巧語，父親。好了，不必多說，今日之事到此結束，這門婚事就此作罷。父親，別擔心，我去求太后收回成命。都給我老實點！哎，別走啊！哎喲，這不是我們威風凜凜的沈大將軍嗎？怎麼也被關進順天府了？蘇妙真，你這個賤人，都是因為你，還他媽有臉說我？哼，我說錯了嗎？沒有了慕容昭，你不過就是一條喪家之犬，人人唾棄的廢物。賤人，說我他媽殺了你！省省吧，還以為自己是骁騎將軍。哼，沈婆浪，你早就已經沒救了。殺了你！夠了！參見二皇子殿下。他就是二皇子。廢！你是怎麼跟本王保證的？你說那慕容昭對你死心塌地，非你不嫁。結果呢？你知不知道，要是本王有了慕容家的財力，本王的大事就多了幾分勝算。殿下，殿下，都是卑職的錯。卑職之前一直以為慕容昭對我死心塌地，可是我沒想到他貪戀權勢，瞞着我，跟忽然回京的鎮北侯勾搭在了一起。你說什麼？鎮北侯在京城？對，他不僅在京城，而且他還帶着慕容昭大鬧了將軍府。好得很吶！我原本擔心他人在北地會成為心腹大患，沒想到他竟然無照私自入京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殿下英明，這鎮北侯無照入京，殿下只需要稍作點撥，聖上肯定會起疑心。到那時，扳倒鎮北侯算什麼？我要的只是他和他的40萬黑甲軍。到那時，別說皇兄，就是父皇，本王又有何懼？
这怎么？觉得本王的计谋不可？卑职不敢，只是卑职听说那镇北侯跟太子私交甚好。别担心，本王要的只是他的兵马，不要他的忠心。等本王登基之後，自會送他下去見太子。不二殿下深謀遠慮，卑職愚鈍。来人！殿下，有何事吩咐？我要帶他出去。這……是。多謝二皇子殿下。至於這個聽了本王氣話的女人，殿下，饒命！奴婢還有一計，可以讓镇北侯為殿下所用，還能得到慕容璋的全部財產。如果我父親真的去求太后賜婚，你真的要為我去求太後收回成命嗎？當然，我蕭北辰向來言出必行。可是，如果太後不同意呢？那我就去求陛下，求陛下准許我蕭北辰用一生的功勳爵位來換你一人。真的嗎？如果做不到忠貞不二，怎麼敢收下你送我的不二刀呢？可就算……煩死了！我父親他就是個老古板，那到時候他求陛下賜婚，他對我們肯定會心懷怨懟。那就證明給他看，不管是1年、10年，甚至一輩子，我蕭北辰不僅能做好保家衛國的將軍，更能擔當得起護妻如針的丈夫。沈破浪，沒想到吧，二位，咱們這麼快就又見面。你來幹什麼？我來幹什麼？太子有令，鎮北侯蕭北辰擅離職守，無詔入京，意圖謀反，其罪當誅。特令我前來捉拿，把蕭北辰給我拿下。不用擔心，一切有我。你確定這是太子的命令？放肆！你竟敢質疑太子！蕭北辰，我勸你束手就擒，不然可別怪我把慕容昭當成你的同黨，格殺勿論。不可能，沈破浪什麼時候幫太子做事了？他明明是二皇子的人。慕容昭啊，你一心想嫁給鎮北侯，但是無詔入京可是死罪，就算你嫁過去了，也只會被世人當成克死夫君的寡婦。把蕭北辰給我拿下！這是個陰謀，你不能去。我回京就是為了這個陰謀。昭兒，收好我給你的定情信物，等人來提親。信物？提親？哎呦，沒想到剛選中的夫君就被帶走。慕容昭，你也有今天。還輪不到你來笑話我。我不是來笑話你的，我來是想勸你，眼下趕緊想辦法救人，不然你那情郎鎮北侯可馬上就要人頭落地了。殿下，我們可以先假借太子的名義，讓沈破浪帶走蕭北辰，然後再勸慕容昭用他的全部財產向你求救，到時候我們就……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蕭北辰口中來提親的人。你會有這麼好心幫我？我又不是要幫你，我是為了報復沈破浪。他壞了我和宋玉瞻的好事，還把我押進了監牢，這個仇我必須要報。你到底想說什麼？如今陛下病重，太子監國，既然是太子把鎮北侯帶走，那就必須要找一個和他勢均力敵的人，才有可能救下他。你是說二皇子？
他凭什么幫忙？你慕容昭富可敌國，花點錢打理，他還能坐視不管？好，我姑且信你一次。哼。殿下，慕容昭求見。臣女慕容昭參見皇子殿下。哎，慕容姑娘是父皇欽定的青寧郡主，何必如此多禮？快請坐。郡主的來意，妙真姑娘已經告知我了。鎮北侯乃我大夏功臣，郡主又開口求我，我本當義不容辭。只是如今父皇養病，由皇兄把持朝政，我怕什麼？我怕我一人開口，人微言輕啊。若是文武百官能在上朝時一起開口求情，想必一定能救出鎮北侯。只是，若想文武百官開口求情，這上下打點的費用，原來是為了我的錢啊！殿下放心，慕容昭願付出全部家當，只為能救出鎮北侯。好，哈哈哈哈！郡主對鎮北侯真是痴心一片，令人佩服。既然郡主願意出錢，那我就好好替郡主打點打點，保證把鎮北侯救出來。多謝殿下。殿下，臣女先行告退，回去籌錢。来人，派個人跟着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在籌錢。是。沒想到你倒挺有本事。不僅算到了慕容昭會為了男人不顧一切，還想到了在茶裡下毒的妙計。奴家只是順水推舟而已，能成功那是因為殿下是真龍天子，鴻福齊天。哈哈哈哈，說得好！你幫了本王這麼大的忙，想本王怎麼賞你啊？妙真能夠幫到殿下，是妙真的榮幸。奴家只願能夠常伴在殿下的身邊。等本王登基之後，後宮少不了你一個位置。多謝殿下，哦不，多謝陛下。這個還有這個，都快點搬啊！快點兒！昭兒，你這要做什麼呀？難道要把我慕容府給搬空嗎？父親，北辰現在危在旦夕，我必須要救他。哎呀，他無照入京已是死罪，你拿我們的家當去救他，難道要把我們當成同黨不成？父親，小北辰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在我心裡早已認定他，生同他，死同穴。別說是萬貫家財，就算是要女兒的性命也沒有關係。你，哎呀！都快點，繼續搬啊！郡主，京城第一當鋪劉掌櫃來了。小人見過郡主。劉掌櫃，我想把這些字畫藏品全都當掉，換成金銀，越快越好。哦，還有這些地契房契也全都當掉。這些藏品數目巨大，價值連城，郡主當真要賣？不錯。那小人馬上去為郡主籌獲金銀。哼！你親眼看見慕容昭為了籌錢變賣了房產和田地？是。
属下親眼所見，而且郡主和他父親為此還大吵了一架，他的父親都被氣病倒了。好，很好，看來這镇北侯真是慕容昭的死穴。去，讓沈波浪給我把镇北侯帶過來。是。臣萧北辰参见二皇子殿下，不知殿下以太子的名義將我帶來，有何用意？你是個聰明人，本王叫你來的目的，你應該很清楚。是因為臣私自入京與慕容昭見面，不慎暴露，這把柄落入了殿下手上。不錯，你若是不想被謀反問斬，就乖乖與本王合作。只要你願意帶領40萬黑甲軍效忠於我，事成之後，我必定重重有賞。我萧北辰只听命於大夏皇帝陛下一人，若沒有其他事，臣告辭了。鎮北侯，我勸你三思啊！你要是就這麼走出去了，你那心心念念的慕容昭姑娘，可就徹底沒救了。殿下什麼意思？今日慕容昭來時，飲下了一日斷腸散，沒有我的解藥，他必死無疑。陸景玉，昭兒若有不幸，你必死，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你。放肆！膽敢直呼二皇子名諱，我……哎，鎮北侯，本王很欣賞你，只要你願意效忠於我，別說慕容昭，全天下所有的女人隨你挑。你若不願，就別怪本王心狠手辣，送你和慕容昭一起上路了。只是那麼痴情，為你變賣房產的姑娘，你真捨得她死嗎？想好了嗎？是死後做一對同命鴛鴦，還是歸順於我，和慕容昭雙宿雙飛？好，我答應你。殿下，我臨時變賣家產，暫時湊出了7000萬兩白銀，求殿下救出小北辰，事成之後必有重賞。不愧是我大夏女首富啊，富可敵國，名不虛傳，7000萬兩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大事可成。殿下，什麼大事可成？郡主還不知道嗎？鎮北侯已經歸順於本王，眼下正帶着我的兵馬去皇宮誅殺太子，囚禁父皇。事成之後，你二人可是立了頭功。什麼？你說什麼？不可能！小北辰為了求解藥救你，這才投靠殿下。現如今應該已經攻破皇城了。救我？你還不明白嗎？那天你和殿下見面的時候，喝了我已經下毒的茶，現在毒已發作，若想活命，就乖乖歸順於殿下。若想活命，就乖乖歸順於殿下。慕容昭，就算你是富可敵國的郡主，那又怎樣？不還是被我們殿下玩弄於股掌之中呢？哼，慕容姑娘，別擔心，只要你乖乖聽我的吩咐，本王就賜你解藥，保你無礙。殿下，你把自己手上的兵馬都給了蕭北辰，
讓他帶人去刺殺太子。你可知那些兵馬究竟去了何處？你这話什麼意思？鎮北虎符已經交給了我，我在變賣家產的時候，已經將鎮北虎符送了出去。你猜猜，是送到了哪裡？什麼？你把兵符送到了太子手上？不錯，黑甲軍精銳已經接到了軍令，現在已經秘密換裝守護軍城。你猜，你的兵馬遇到了黑甲軍的兵馬，會是發生怎樣的狀況？賤人，給我殺了他！找死！住手！镇北侯，周儿，北辰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小北辰，竟敢背叛我！你是不想救他的命了吗？周儿，我是不是很聪明？猜到牛慧清要做什么，是不是很厲害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解药救你。解药在哪儿？要想救他，你就乖乖为本王去杀了太子，否则我死了也得拉他一起陪葬。怎么樣，萧北辰，想好了嗎？是歸順於本王，和他雙宿雙飛，這兒，還是看着你心愛的女人死在你的懷裡？這是最後的機會了。周兒，沒事，我沒事。北辰，你救過我一命，我已經多活了3年，哪怕只是和你相愛1天，已經是上天對我的眷顧了。周兒，別說了。小北辰，他體內毒發的時辰馬上就要到了，你再猶豫，神仙也救不了他了。北辰，北辰，你還記不記得我父親問你的那個選擇嗎？你說天下蒼生於我，你說你會選蒼生，你要記住這句話。畢竟我愛的男人可是大夏的鎮北侯。好，慕容昭，你要成全他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！我看你现在还怎么救他？杀了本王又如何？本王就是要讓你在今後的日子裡痛不欲生。傳令下去，二皇子意圖謀反，黑甲軍奉旨缉拿，若有違抗者，殺無赦。是。
王又如何？没了解药，你只能看着你心爱的女人死在你的怀里。阿香，带走！昭儿，伯父，我滚开！昭儿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我女儿怎么会到这个地步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照顾她。父亲，和他没有关系。哎呀，孩子，是我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好好休息，爹带你回府，找人救你。哎，孩子，侯爷，你闭嘴！萧北辰，我女儿如果说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，我也一定要让你付出代價。昭儿，爹带你回家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不要再以虚礼，快！我请了太医院院守李太医，请他为慕容郡主解毒要紧。好。回禀殿下，郡主所中之毒，毒性霸道，下官也只能暂时压制郡主体内毒素，拖延一日。至于解毒，恕下官才疏学浅，无能为力。李太医，难道连你都解不了郡主所中之毒吗？回殿下，若论解毒之术，太医院先前的柳太医乃是天下第一。若是他还在，郡主的毒必然能解。只可惜他3年前便已离世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太医，我女儿她……侯爷，郡主毒发最晚不会超过今晚。侯爷还是早为郡主做准备吧。在下就先行告退了。昭儿，昭儿，你醒了。太医说了，只要你好好休养几日，便能痊愈。太医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不用哄我开心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如果真的不能把你留下，那我就陪你一起走。堂堂之背后，说话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？不，对大夏，对苍生，我已仁至義盡。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陪着你，哪怕是黄泉路上，我也陪你一起走。哎，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。祖母，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再不来，萧家就断后了。啊，不要乱发脾气。北辰啊，二皇子谋反，这麼大的事情，你也跟家裡說一聲。之前半斤催你幾次，催你回家定親，你也不肯，是不是？這次忙完之後，又要不打聲招呼就回去了。是。哎呦，這再忙也得成家立業呀。你看，這是我和你爹給你定的柳姑娘柳芷若。她溫柔賢惠，知書達理，
等你回北地之前，和他成亲，也了却我和你爹的一片心意呀。不瞒祖母，我已有心上人，此生我非他不娶。你起来吧，萧北辰，你好啊！嘴里边口口声声说非我家昭儿不娶，这背地里竟让侯府为你另找他人成亲。伯父，这是个误会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家里私底下给我定了亲事。北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唉，原来如此，你这个臭小子，这有心上人就早说嘛，免得祖母为你担心这么久。好了，你们萧家到底是要娶还是要定亲，请外边说去，不要在屋里边打扰我女儿。趁她毒发之前，让我好好陪陪她。此毒可解，此毒可解。你说什么？刘姑娘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祖父生前是太医，我自幼跟在他身前学习驱毒之术。刘，你就是李太医所说解毒圣手柳太医的孙女？没错，她就是柳太医的孙女。我和你祖母担心战场上刀枪无眼，容易受伤，所以才为你求娶了这样一个懂医术的柳姑娘。求柳姑娘为昭儿解毒，只要昭儿能够解毒，我萧北辰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请各位先出去，我要为郡主针灸去毒。昭儿，你听到了吗？柳姑娘能为你解毒。哎呀，如果这位柳姑娘真能救下昭儿，本侯可以对你既往不咎。不过你需要答应本侯一个条件。侯爷尽管吩咐。从今以后，你与我家昭儿不能再有任何瓜葛，永不相见。侯爷，我意已决。待昭儿痊愈之後，就请陛下为她選一個可靠、安穩的郎君賜婚。你若是真心對她，就不要再去找她。北辰，慕容侯爺說的有道理。既然他已經決定要去為郡主求婚，那你更要注意分寸，聽爹的話。回去之後，跟柳姑娘拜堂成親。柳姑娘，我女兒怎麼樣了？柳姑娘，昭兒怎麼樣了？郡主的毒我已經解了，她現在已經醒過來，只要這幾日多加休息，身體並無大礙。好啊，多謝柳姑娘救命之恩。柳姑娘，感謝你救了我家昭兒啊！我慕容楚日後定當重謝。在下目睹姑娘为慕容郡主解毒，醫術甚是精妙。實不相瞞，家父近日臥病在床，在下內心焦慮，這才上前冒昧打擾姑娘。不知能否請姑娘幫忙診治？治病救人乃是醫者本分，公子請帶路。請。昭兒，感覺怎麼樣啊？女兒感覺好多了。昭兒，我……小北辰，別忘了剛才你都答應了我些什麼。更何況，既然你與那柳家姑娘在父母之命下定了婚約，更得潔身自好，不要毀了我家女兒的名聲啊！爹，好了，你休息。來人，
準備馬車軟榻，帶郡主回府。還沒找到那個逆子嗎？老爺，小侯爺還未曾。哎，老爺，快看，是小侯爺！乖孙兒，你这几日好像失魂落魄一樣，可嚇死祖母了。是孙兒不孝，讓祖母擔心了。哎呦，北辰，既然慕容侯爺已經要為郡主請陛下賜婚，另擇良配，你又何必強求呢？這位兄台，是他。你可願意娶我？我願意。我愛的男人，可是大夏的镇北侯。芷若見過镇北侯。柳姑娘，多謝柳姑娘救了昭兒。柳姑娘容貌品德皆是世间良配，只是萧某心中已有意中人，不敢高攀。小侯爺，我此次前來其實是為了……侯爺，不好了！侯爺，陛下的賜婚圣旨到了。什麼？昭兒，喝點參湯。昭兒，你這是心裡還在怨我啊？爹知道你喜歡蕭家那小子，可是你想過沒有？倘若當日你若是真的……你讓爹死後該怎麼跟你娘交代呀？更何況那柳姑娘對你有救命之恩，現在蕭家的侯爺想讓那柳姑娘嫁給蕭北辰，難道你真的要和自己的救命恩人搶親不成？唉，爹知道你心裡不舒服，可這便是無常人生啊！爹做這些都是為了你好，昭兒，忘了他吧。所以，你剛才着急趕我走，是擔心我？你可願意娶我？我願意。不，對大夏，對蒼生，我已仁至義盡。接下來我要做的，就是陪着你，哪怕是黃泉路上，我也陪你一起走。小姐，小姐，陛下的賜婚聖旨到了。什麼？這定是父親去向陛下為我和柳姑娘賜的婚，這可怎麼辦？其實，今日是我北辰對不起姑娘，我定會向陛下言明，不損姑娘清譽。哎，小北辰！哎呦，算了，願你們有情人終成眷屬。定是父親去向陛下求的賜婚旨意，想讓我徹底斷了這份心思。哎，小姐，你去哪兒？小姐！是啊，老爺，不好了，小姐跑了！什麼？快追！来人，把那個逆子給我抓回來！是。小北辰，你會等我嗎？慕容昭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慕容昭，我心悅於你，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，我只願你一人。我也是，小北辰。
我也心悦于你。北辰，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乖孙子，这圣旨已下，你可不能做傻事啊！昭儿，你莫不是要违背陛下的旨意？父亲，苏母，我今生只会嫁萧北辰一人。你二位请恕孩儿不孝，我萧北辰今生只娶慕容昭一人，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你们说的，咱家怎么听不懂啊？陛下就是要给你二人赐婚的。什么？什么？所以你们没头没脑的跑个什么劲儿？哎呦，累死咱家了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陛下怎么会？我也不知道。现在，小侯爷，慕容郡主，能听我把话说完了吗？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陛下是要为我和昭儿赐婚？不然呢？陛下念在我治病有功，特赐我一桩心愿。我思来想去，倒不如成人之美。谢谢你，柳姑娘。是我谢谢你才对。若不是那日我救了你，我也不会找到自己的良人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有富民侯之女清宁郡主慕容昭，玉秀名门，柔家端惠，镇北侯府萧北辰，英武卓绝，忠勇贯日，二人德才相匹，门当户对，实乃天作之合。特赐婚于二卿，择吉日完婚，钦此。唯愿岁岁相守，与卿永不相离。